接着这次我将详细讲解重置体顶基模块和基态连接的几何形状。因此，第3个主题是顶基模块的形状，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世界上有各种类型的重置体，重置体上部的部分称为顶基模块，而每种重置体的这种形状都不同，对吗？让我们来探讨为什么顶基模块的形状不同。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顶基模块形状，这也没有意义，因为螺丝本身有允许旋转和嵌入的螺距，但这不是螺距，它是一个车窗形状，它只是背调刻成车窗的形状。实际上，这种形状的重置体更容易断裂，因此白坎重置体是这样的，即使白坎重置体的直径为 3.3 毫米，它也可能会断裂。车窗形态往往容易断裂，双螺纹重置体比单螺纹重置体更不容易断裂，而3种螺纹重置体比这些更不容易破损。新的 S-Log 重置体 TLX 和 SLX 都是3种螺纹，新的重置体都是3种螺纹，使它们的织入速度3倍加快，并且不易破损。这是原版 Torex， 最初的版本是3种螺纹，这个 S-Log 也是双种螺纹，所以据说3种螺纹在对抗横向力方面比双种螺纹稍微稳定一些。我认为3种螺纹重置体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在韩国可能只有少数重置体是3种螺纹的，即使在国外3种螺纹也非常罕见。这个模型的估计模块只是有一个槽， S-Log 重置体的估计模块有螺纹，我认为这些方面可能会出现差异。估计模块的形状非常重要，估计模块形状重要的原因是初期估计骨丢失时所有重置体治疗中的关键话题之一。有一位名叫 Albrechtsen 的教授，根据 Albrechtsen 教授的说法，在重置体修复主1年后，骨吸收发生在牙重置体周围，据说大约为 1.5 毫米。重置体放置在骨水平，但骨向下溶解了 1.5 毫米。相反，问题是否将其放置 1.5 毫米更深会更好。这是我从一篇9论文中提取的内容。他还指出，如果夹在后1年内额外的骨损是不超过 0.2 毫米，则是未成功。因此，估计吸收是所有重置体公司都非常担心的现象。如果能够克服这一点，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重置体。我们的 S-Log 重置体几乎没有或很少的压槽期骨流失，我认为这是与其他重置体的区别。另外，在大约1年的咬合加载后，骨骼更加成熟，继续承受咬合力，并变得更致密。教授也考虑骨骼适应大约1年的时间。然后说，如果压槽基骨流失不再进展，那就好了。一直在说，如果我们能够防止骨吸收，那就太好了。重置体周围的骨头不是从重置体下面溶解，而是从重置体的边缘往下溶解。所以因为它是从重置体上面往下溶解的，如果上部被保护了，那么边缘侧的初始骨丧失就得到了保护。重置体能够持久，意味着长期效果是好的，因此很多牙医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据我所知，这个重置体似乎是瑞士的产品，应该，我想这可能是 BLX， 但我不太确定。无论如何，我就是这样防止了重置体，我就是这样防止的。然后边缘模块侧的骨头就像这样溶解，一旦发生咬合再合，骨头立即开始溶解。不过我在冲切牙这里防治了一个过于纤细的重置体，看来我防治的重置体直径约为 3.75 毫米，所以这很细。因此基态链接侧不断分歧，然后发生既定骨丧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重置体就会脱落。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来防止初期既定骨丧失。这可能是类似的内容，无论重置体质入多深，它仍然溶解到第1个螺纹，这也太薄了。然后如果您看这个，它解释了颅脊骨吸收无一例外的向下发生。这是一个 BioHorizons 重置体，
这里的一切也都溶解了。到这一点，这看起来像是一个 brain mark 充值体的靠背，它也完全溶解。这是我上次提到的 BioHorizons 充值体，逻辑库顺势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充值体呢？如果孤溶接到充值体线，它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螺丝通道变成了4腔，螺丝通道之间呢会持续发生继发性验证。进入该区域的异物或溶解的骨头残留物、毒素等物质持续引发二次感染。因此，如您所见，既定模块已完全涉及位置线。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溶解到这个程度，所以既定模块经过激光处理易实现光滑，或帮助软组织良好复照。但这看起来也容易溶解，这是因为您能看到有很多空隙，所以这是具有微动性的充值体。因此，它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持续性既定骨丢失的情况。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基态连接件连接在这里，因此它形成了一个光滑的表面，使软组织可以附着，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设计，从而维持其下方的骨骼。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冠状骨丧失在充质体维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次我详细讲解了骨中枢，这是一回事。所以呢，最后呢，骨头一直在变化 ，modified、modeling、remodeling， 无论位置，重塑都会发生。这现在可以看作是改变骨头的形状和大小，并且重塑不仅涉及骨吸收，还包括骨沉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牙齿消失的区域。据说充质体周围的骨骼经历非常快速的中枢，最终这与骨转换率有关。这是从那篇论文中提取的内容，这些信息大多数是普遍认同的。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他们认为一旦骨骼形成就会持续保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您应该考虑到旧骨头在不断的被吸收，并且新骨正在沉积，导致旧骨消失并形成新骨。有一位名叫 Frost 的教授，该教授观察了骨骼的组织学模式，分为4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并立超载区，下一种事情都超载区。第3个是挂影窗口区，第4个是畸形使用窗口区。所以他以这种图表形式表示，正如我上次在充质体识别中所展示的那样，治疗时如果您不运动，骨密度会下降。这是正常情况下的图表。当您进行锻炼时，骨骼会像这样增长。然后如果您过度锻炼，最终会发生疲劳性骨折。所以首先理解关于骨中枢的这个图表。如果您看这张图，您会看到细胞变得更加活跃，随着编织骨的不断增加，最终会导致骨折。这是自发性骨折的过程。最终充质体不断承受压力，充质体周围的骨骼暴露与通过充质体传递的药核负载。所以当您处于摄影窗口区域时，骨中枢的发生类似于我们身体内的骨转换率。一般来说，我了解到充质体周围的骨转换率大约增加了3到5倍。然后在半层骨形成后，它就稳定了。然而在使用了大约8年或10年之后，也会出现充质体突然脱落的情况。如果您仔细观察，患者的聚焦模式已经改变，可能是对颌牙脱落，导致充质体负荷过重，或邻牙松动，造成腰核支持的丧失。那么第二个因素是宿主因素已改变，骨愈合能力已降低，所以宿主因素已经改变了。此外，药核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最终它会过渡到并立超载区。在那时，充质体周围的骨头会开始溶解，导致一种突然的失败。对此几乎没有异议。那些做种质体的人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它突然失败了。他们还说，一旦您获得充质体，您应该使用它一生。而被关的人则认为，如果它能持续1年以上，就算是很好的使用了，因为对此的理解太少。即使在防止充质体之后，我们也需要终身管理患者，否则我们必须防止尽可能粗且尽可能长的充质体，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充质体的表面积。我们需要考虑每单位面积所施加的力。
所以我们必须是拥有后右掌的充质体。使用大质径和长充质体可以增加表面积。接下来呢，我们观察骨组织反应基于每单位面积的离对应于那个区域。所以如我一直所说，最终充质体的类型和大小选择是最重要的。即便回顾现在，充质体的尺寸似乎仍然是最关键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各种尺寸，拥有多种尺寸可以对不同环境做出挂档的反应。在过去也有一种说法，即使只有少量的充质体，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仍然有些地方以那种方式进行手术，一种连接。我真的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方法。然而，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连接。我完全不认为是这样，以后再告诉您，那绝对不是真的。所以，充质体的表面积越大，它就越接近这个适应的窗口区域，或请都超载区。然而，如果您充置一个表面积小的充质体，它很容易对应与病例超载区，这是危险的。所以，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很重要的。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在这个充质体周围有骨细胞被称为窄影窗，形成的骨细胞和被吸收的骨细胞形成了一种平衡，对吗？通过观察这一点，您可以轻松理解骨中间的窗口理论，表达为50到1500牛顿厘米的微应变。当时加这种水平的力时，模型和中间达到了平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它需要过渡到一个稳定状态，需要形成半层骨，并且必须有腹中骨一边维护，然后在1年内送质骨的变化率约为18%，披质骨占2%到5%，字母是黄色的，所以很难看清，这被认为是正常的。销量骨大约需要5年，它每5到6年更换一次。如果我们认为披质骨每年5%，那么大约需要20年。然而，我认为我对骨转换率的判断过地且时间过长。总之，这是我们普遍可以接受的科学证据。您需要在这里进行意向号的研究，所以没有亚洲韧带，并且是直接的骨接触，但这不是强制粘连，这是骨接触。骨正和似乎是一个误解。接下来，由于呈现出垂直骨丧什么事，它源自初期的既定骨丧事，那就是内容。所以当大量的应力传导时，会在骨头上产生大量的应力，然后腱膜和中间发生。这种情况由于机械环境而出现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一般科学基础。最后可以说，充质体周围骨密都是由微应变引起的机械变形的结果。从逻辑上讲，它已经被组织好了。接下来，充质体周围沿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是有重复和引起的机械变形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可以普遍接受的内容。这是一篇与此主题无关的论文，但我发现了类似这样的内容。这似乎是一篇来自四川的中文，四川，所以可能在哪里？四川，那么就是四川省。四川话说口腔机构非常有名，它在中国排名第1，然后是北京大学，然后是上海交通大学，大概是那个水平，这很有名。那里发表的论文中有一个电池被放置在充质体内，他们在外部前棘鳞会室中加入铁，并观察吸收量。他们用丝环素进行骨标记。如果您看这里，这一侧有很多标签，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这里正在快速生成骨骼。所以我看到在这张照片中，这里检测到了铁。当分层时，看来由于这个电池，前棘鳞会是没有被吸收，并且停留在充质体周围。这个磁力将它固定在挂档位置。所以这是一篇的初结论，认为效果更好的论文。所以现在我们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摄取了四环素，我们可以了解次出的新骨形成情况，我们可以知道骨转换率。因此，我们定期给患者服用四环素，并检查骨整合充质体对四环素的吸收情况。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好的充质体其周围的骨转换率很低。
另一方面，对于不佳的重置体，重置体周围的骨转换路增加，导致某个时间点的病理性骨折，这最终被解释为重置体脱出的机制。在我读到的论文中，实验是基于螺纹轮廓的设计进行的。然而，如果尺寸发生变化，结果就会改变。想一想，如果重置体的表面积增加，骨转换路下降。据我所知，实验中结果最差的重置体是 Stereosis 重置体，螺纹很小，所以因为螺纹很小，有一个特定的产品呢，就是您上次使用的那个螺纹锋利，并延伸到 0.1 毫米的厚度，然后螺纹不承受压力，而是在骨中起到施压的作用。因此，重置体螺纹周围的骨转换路线的增加，因此，如果您减少这个螺纹的厚度，就很容易插入。然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增加周围骨转换路的设计，所以那些东西不好，但我不知道。如果您大幅增加螺纹的尺寸，肯定会有一个极限，它断裂是因为螺钉里面没有骨头。如果您在这里将螺纹做大，螺钉孔就会变窄，然后骨头变窄，然后金属螺纹的强度与骨质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在我看来大约1/3。我认为螺纹之间的骨厚呢都应大约为3，而螺纹的厚度应大约为1，大约是3:1的比例，这是一个好的重置体。我认为3:1的比例是好的，所以这很明显，这很突出。我记得有一个重置体的比例是1:10，懂是1毫米，螺纹是0.1毫米，所以这样分布的太开了。螺纹会弯曲，即使在聚焦过程中也可能弯曲，因此在这里获得了许多提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可能植入宽大切长的重置体，因为我们需要将重置体周围的骨转换路降低到挂印的窗口区域。这种设计是一种错误的设计，但由于增加了大约5倍，病理性骨折发生。我曾经见过一篇那样的论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与邻近区域相比增加了大约5倍，那是一个危险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如果有皮质骨之位，会发生什么？皮质骨的骨转换路较慢，所以到最后，皮质骨种肢体的骨位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有人说，支弥板形成于松脂骨周围，像这样，因为冲质体是异物，骨骼需要低于异物，因此在这里形成了支弥板。松脂骨生成皮质骨。当您是记忆触冲肢体时，您可以感觉到它。当您去触冲肢体并刮出周围的骨组织时，它变硬了。所以这似乎是真的。防御机制不断发展。当压槽骨板形成时，骨转换路最终再次降低。这为吸收和分配种肢体上的腰和复合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拥有原始的皮质骨锚定更具优势。这就是为什么较薄的冲质体能够承受它。前部区域使用的冲质体是细的。在这种情况下，骨转换路将会突然增加，但是骨骼能够承受这种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之前提到的皮质骨锚定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可以解释的方式。颈部模块有几种不同的形状，在这里，它也融化到第一道螺纹，达到 1.5 毫米。这是 Brain Mark 冲质体，这里制造了一个落定。插入式冲质体会置入到这个点，这都是这样完成的。Astra 冲质体类型有些模糊，所以一旦它融化，就无从控制。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对接，对接是指它像这样一直角相交，就这样，那叫做一个对接。冷焊不起作用，而且是外流角。发生微动，有一个一起冲质体，还有一个内流角，这一切都很麻烦。微螺纹区域有点不同，不过无论如何，微螺纹区域似乎是这样设计的，因为冲质体的厚度较薄。是的，如果将螺纹和螺距变小，
厚度将会在基态连接充质体周围的生育组织变得更厚，所以看来成功率较高。对于白龛充质体或 S-LOCK， 它们具有阶梯破胶减态，我们有一个台阶坡度，因为有一个步骤，像这样，对吗？所以我认为这是好的，而且最终一体式充质体是最终的充质体。考虑到微动方面，一体充质体是最好的充质体。然而，单体充质体市场在全球的占比不到1%，因此我们的国产一体化充质体没有出口。一个充质体在任何地方都不被接受，为什么？因为加压不起作用。如果修复路径不匹配，会在修复区域出现许多困难。所以我认为一个主体是中级充质体。不管怎样，现在因为消除了固基骨吸收，这很好。之所以在国内接受一个体，并不是因为充质体的设计，而是因为一个体具有多种优点。但是现在似乎有人在解释充质体设计是特别的，或者类似的东西，或者制造技术或工艺方法是特殊的。这样一来，我想已经解释清楚了。在我看来，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一个充质体上。我见过很多议题是充质体，为了防止既定骨丧失，他们设计了既定模块。但我的想法有些不同。由于既定骨丧失、既定模块的各种设计，那么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思考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在哪里充质体。我相信，当我移除它时，骨头将在既定骨的高度和这里之间形成。是的，当连接到邻近骨的高度时。所以现在我在讲述基线骨概念，这意味着如果您画这条线，我认为这条线最终将是骨头再生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想法。现在我把它移除了，没有其他了。而且我不做固移质，我就等着某种东西填充进去，然后我充质体。我将充质体稍微置入骨基下。对于16号充质体，我也进行了充质，即使17号充质体的位置有骨头，不过它还是有点不稳定。我进行了芽草提升，然后进行了修复，然后骨头上升。其余相同，像这样。那么看看这张图片，一切状况都很糟糕。这一个状况相当糟糕。第一个已经融化了，因为这颗牙齿很弱，这颗牙齿也很脆弱。只有这一个充质体正在承受力量，我无法插入更大尺寸的充质体，因此骨头一直溶接到既定模块。它应该能够自我解释，只有这样我才能客观地治疗患者。如果我无法解释我所做的治疗，就无法保证客观性。如果我无法确保客观性，最终治疗的基础就会消失。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我只需要等待。我在上面插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充质体，我现在意识到了，所以我置入了一个直径为8×11毫米的充质体，而且是软骨。由于窦腔宽大，这是一例非常困难的病理。如您所见，这个窦道下面的骨头只有1或2毫米，所有东西都被推出去了。我是用颚侧脂康解决了问题，然后您只需等待。就像您看到的那样，骨头已经长出来很多了。这里也是，骨头应该升高，它也在下面出现了。但如果您看下一个，您可以看到再生这样的东西。这里的发展稍微逊色一些，这个地方现在开始成熟复合，而且似乎正在发生碰撞。在这里，它在基台柱褐虫肢体的连接点处组织得很好。在此期间，这里也防止了一个虫肢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病理，因为存在对称性。让我们来看另一个病理，这令人担忧。还有亚洲眼的患者最终都会是这样的。因此，按照当前的方案，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解决它。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现在使用一种深度植入或促进骨域合并符合肌线骨概念的充质体系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相当多的人这样进来的原因。这些患者继续来，这位患者将会一直来，直到所有的充质体都完成。在这里我们需要稍等一下，第部一种肢体，但有点不稳固。如果您看，一旦充质体植入并等待，骨头就会上升，骨头将在上方形成，并且在下方会有我动提升，对吗？我们也没有在上面放置任何骨头，我只是正在铺设现有的骨骼，不是我放进去骨头，我要求也移出另一侧。这并不是说我在上面放了骨头，我只是推了一下，然后做了充质体，然后这是结果照片，骨头已经极大的填充了。如果您看看这里，它在升起，这里也是，一切都在升起，这一侧最终也会升起，这一侧也正在上升，另一侧也是如此。如果您不相信这一点，很难提供质了。因此其他充质体在1年内会61.5毫米，每年还有0.2毫米的估计吸收，但是这个实际上增长的更多。因此使用 S-LOC 的人与他们的患者关系良好。起初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但大约在2年或5年之后，患者开始了解。他没有气味，骨头一直在生长，所以他们理解了很多。我们设计冠状模块的方式会考虑到冠状骨丧失，所以我认为最困难的部分是定肌骨和几何形状之间的关系。拔牙后里肌使用这种类型的充质体很好，它完全填满了顶部。吸收后，您可以防止这种类型的充质体。这是骨头，它们大多是防止这样的东西。这个怎么样？深度充质体系统的优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您这样做时，从侧面看起来很锋利，1年内它会溶解，它立刻消失了。这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防止宽充质体。如果您防止一个宽的充质体，上方的骨头会变得更薄，然后在负载过程中，骨组织里肌溶解，这边也是一样，然后在防止时它会暴露出来，然后您就得进行故意致和 GBR。GBR 不可能成功，因为想一想，您在这里放置了骨头，然后骨骼必须从内到外获得稳定的血液供应才能正确形成。想一想，仅仅因为它防止在下面充质体的表面，并不意味着它会变成骨头，那超出了常识的范畴。我尝试在这一侧防止的更深一点，结果是这样的：大量的故意只是在那一侧进行的这些病例，这是一样的，这也可以。同样的，我已经深深的充值了很多，由于我这样深深的充值，它就变成这样。我们最后变成了这样。所以现在最终，即便是现在所有的充质体公司，既定模块或设计为单阶段，对不起，他们开发了骨水平充质体，并迫使我们植入替代体。每家公司都在接什么将充质体植入1毫米到2毫米更深，但修复体跟不上，不能为在该肯下水平充值的充质体开发修复体，它不太适合用于压草机。这是这种情况，我做了一些计算。然后可能会有人充值了登机或双皮质充质体，这种通常在哪里进行？对于上颌前压有痘的地方，在末牙区域充质体平基位的患者，这是目前为止的做法。双皮质更好，这是所表达的内容。下颌前压也是一样的，在下颌末牙区域的情况下，它效果不好，因为神经在下面经过。等级和双皮质被证明是最好的方案，否则它们大多是这样充值的。鱼蛋皮质骨颈平齐，如果您把它充值得很深，会发生什么？它变为牙肯下，
但是会是松之故。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有很多失败。我们害怕焊下冲之体的原因就是这个。然而，这也有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您假设像冲之椅抓住皮质骨，就不会出现问题。宽度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最好的。在冲之体位于骨基下，但从下方获得支撑的情况下，这些病例是最好的。如果牙槽基骨很厚，这也是可能的。双皮质和置入骨基下也是可能的。我们经常这样做，因为在想到人的情况中，即使您冲植得很深，一边也会接触到皮质骨。相反，道远产生更好的结果。您可以将它植入得更深，并捕捉到双皮质，所以看起来更好。因此，我认为您需要正确评估您正在进行的是哪一边的操作。所以在牵压的情况下，这边的更加典型。拔压后的直接影响是，这是一个有些有利的点。但是如果您把它冲得很宽，那不就一样了吗？没有必要在臼齿下面冲植任何细的冲植体，您可以把它冲植得宽一些。这是因为您把它当作是同样的大小，所以您会发现吸收越多就会变得越好。一个较窄的基顶模块要好得多。下颌骨也是如此。您需要直观地看待它。反复笛，别想得太复杂。当时加垂直压力时，这也是一个问题。这是否有点优势？它从侧面应用，对吗？当时加水平压力时，情况是相似的。当同时施加水平和垂直压力时，我认为这也会类似。这是我们的 S-Lock， 对吧？这真的很好。在牙槽基侧有这样一个步骤，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实际上有点巧合。最初，我们开始开发可以同时进行外部和内部的冲植体，但这产生了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不停地制作它，而不形成倾斜的肩部。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这很有趣。有内部的 Bacon 冲植体、失信基态和落顶固定基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计，对吧？然而它很简单，修复选项多样，要合理非常好，所以成功率相当高。因此，当我们谈到顶峰模块和顶峰骨丢失时，您可以了解冲植体设计的概念。骨头被大量填充。是的，没错。无论如何，它被巧妙地设计。其实这是个意外，这开始是一个巧合。但我未来没有计划更改它。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基态的形状，并检查病例，然后总结一下。但我们今天需要晚一点结束，对吧？这很重要。因此，有各种基态连接方式，如外部连接、内部连接、模式坠毒、缩进坠毒。近年来还有 TOR-X 问世，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您可以这样解释：内部和外部都是对解落顶。我们认为这些是相同的。当时用喷泉鼻时，我们想这样插入它。我们认为，当它这样定位是内部的，如果翻转过来，则认为是外部的。摩尔斯坠都具有锥形部分，因此这被称为内系统。Astra 冲植体的角度为11度，即两侧各22度。在我国，大家都是用22度。ITI 冲植体号的原因是它们的角度是8度，那是两边各16度，所以国产冲植体目前被匹配到15度和16度。那是 M 公司的新型号冲植体，以及 O 公司的 K 冲植体吗？我相信那是16度。是的，每个8度，又是一个复制品。Ankylos 冲植体的角度是5.74度。锁骨锥度通常为3度。现在我们内部有一个流角性，并且有一个螺纹，就 Thorax 而言，它是3度，所以我们将其制造为两侧流度。因此，
内外基本上是相同的形状导致，所以我认为它们是相同的，六角形。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因为当它是内部的，有一个充质体、一个基态和一个螺栓，所以这变得更薄。因为它不断弯曲，微缝隙形成，充质体断裂、基态断裂、螺栓松动，这种情况不断重复。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坚持使用内连接，我不明白。即使在现在，成功的充质体也是外部的，我也没有失去外部充质体，没有一枚 BrainMark 充质体脱落。已经快30年了，它还没有出来。所以即便是现在是 Chatham National University 的工程医学院嘛，他们仍然只是用外部充质体，不是用内部充质体，因为它太复杂，而且这太弱，以至于产生了后续问题。我认识的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不是用内装充质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首先介绍了 Novel BioCare 充质体，接下来是 Neoden 充质体，还有这个。这次我们开发的 TLX 与此相似。Straumann 充质体的顶部角度略有减少，结果它的高度变得稍微断了一点，它可能不会少于2毫米。这个充质体的结果很好，所以每个人都在趋向于创建式流度。这是 Novel BioCare 充质体，这种类型也出现了。Astra 充质体正在制造这些，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做。这是 Atlantis 充质体吗？这是一个 Straumann 充质体，对不起。Straumann 充质体也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15度的内部连接。它是如何构建的？它只在4个地方固定，仅仅4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断裂的太多。在 Astra 充质体中也有一种旧的连接模式，韩国的大多数充质体都在复制这种连接。带有22度角和低部流变形的产品不再出产，他们已经放弃了，但似乎他们将在韩国继续制造充质体，他们正在继续生产它。我减少了角度，并放弃了流变形设计，因为地部太容易断裂，所以我以这种方式设计和创建了充质体。它已经变得像这样厚了，充质体变得更厚了，所以现在似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做的。现在第一个，对不起，这是之前的 ITI 充质体吗？这是 ITI 充质体，对不起。看起来 Astra 充质体也试图遵循这一点，但在国内市场失败了。这是 D 的充质体，当您转动螺丝时，一切都会被压碎。所以我相信现在仍然有一个产品可用。这是一个12面的，其中流变形重复了2次。Astra 充质体生产了这样的东西，又是他们也是用氧化高基态，这相当脆，一切都会破裂。很好，他们说能做到，但这没有道理。接下来，这是第4代，这是一个 Astra 充质体，他们把它改成了这个，对吧？他们见效了角度，他们通过雕刻一个草来完成它，所以它不会旋转，因为充质体的确如此，流变形被撕裂。因为一直存在问题，他们目前正在改变一切。他们现在正在改变一切，只有韩国没有改变，而且所有主要公司都已做出改变。所以这就是这样，但还是抱怨说 Astra 充质体不兼容。我认为依赖性太高，我认为缺乏自尊。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困难的情况，因为这个螺丝总是松动，还有一些地方会使这个下部延长。您听说过 Deep 充质体对吧？有一家国内公司，它似乎与 BioTem 充质体一起工作。由于落顶太容易松动，他们降低了六角，并将连接向下延伸，那么螺丝就会稍松动。然而它现在更容易断裂，充质体变得更弱。不过它被称为 Deep 充质体是因为它很深。
也有这样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地方将每一侧间取5度，总共达到10度，因为它会断裂。这里说是最深的 3.4 毫米，所以通常修复体连接是在3毫米处进行的，但这里是 3.4 毫米，它变得深了 0.4 毫米。Deep 重织体似乎要植入大约1毫米更深，所以它不能支撑7毫米。8毫米可以从8毫米的长度开始制作。由于基态连接是问题所在，我们不断尝试改变一些东西。我们缩小上方螺纹的尺寸，这里因为厚度而减少，那就是我们努力不断做出改变的方式。这是一个 screw vent 重织体，这大约有3个连接。这是一个 Paragon 重织体，这是一个 BioHorizons 重织体，这也是一个复制的连接，它复制了 screw vent 重织体连接。Zimmer 重织体非常好，所以大概有3种类型像这样出现。然后就是最著名的 Swiss Plus 重织体，这也有3个连接，只是用1个连接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在我国，重织体只有1个连接，每家公司就是一个练习。仔细想想，这只对公司的角度来说方便，这对医生来说很方便，但对患者来说是最不方便的。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接下来 Reflect 重织体将与进行任何连接的概念。最近这种外观似乎就像我们一样，很多人都在追随这种形状。BLX 也变得有些相似，我们也变得有些相似，但我们进一步优化了设计。所以我们现在走这条路，无论是内部连接还是外部连接，最大的问题是密封失效。生物密封，它被称为锥形密封。细菌进入口腔并形成生长的间隙，因此内部形成了一种环境，细菌在其中大量生长，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由于周围细菌的存在，骨头已经溶解了 1.5 毫米，连接处溶解了 1.5 毫米。NQI-LO 是重织体一起具有锥形密封而闻名，这种密封能够防止周围骨头溶解，然后就没有螺丝，而且厚度很大。问题在于基态太薄，所以它在国内失败了。您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吗？因为所有基态都断了。这个产品有1个连接，在中国南方，对吧？中国南方的人吃很多软柿，而且它们相对较小。您可以看到它们的聚焦力不强。中国北方的人有较强的聚焦力，所以据说它在北方仍然卖得很好。我分享了一些与锥形封闭相关的故事。NQI-LO 重织体最初在地部没有这种结构，下面非流角重织体进入我国，这是一团糟。NKY-LO 是重织体最初是肺流变形的，但这是一个不能重新植入的结构，一旦拧下便无法重新插入，因为没有方向。所以最近您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引入了 Torex， 如您所见 Torex 点一样，几何形状不同，但概念相同，这是最坚固的。随着 NQI-LO 重织体最近发布 Torex 版本，这根本没有连接，这一侧是浮动的，最终这一侧变弱，并再次引发问题。这就是这些东西在内部形成的方式。所以如您所见，它并没有附着很多，它仅附着1.798缪，它被削弱了。这样重织体的一进化，最后只有一种类型的基态 linkage。所以无论是宽的还是窄的，基态连接都是一种类型，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好处。有长的和短的，长的相当长。我们也获得了最长至15毫米的批准，有必要。还有15毫米，它将被放置在软骨的后部或前部区域。前区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您防止一些有端有细的重织体，重织体在连接基态时会旋转，它无法承受扭矩。如果您试试，
您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您看这个，它太薄了，这一部分都 P 掉了，这就是国内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完全从国内市场中被移除了。他们更优先考虑了便利，这只是一个简要的观察。让我们看看 Beacon 充值体 ，Beacon 在这里也很弱，围绕这部分的所有部分都很脆弱，所以它很容易断裂。是的，它很容易断裂，而且也很薄。如果您看这里，它就是这样升起来的。所以股商是一直发生到这里，几乎在早期阶段。它很薄，所以当时家里是它会移动，它形成跳状结构，骨头溶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研究了单螺纹、双螺纹和三螺纹，因为三螺纹是最强的。当您把它看作一个充值体时，它不会断裂。这些东西被完美的设计成易碎的形状。如果您看这里，这些也有3个连接，2.0毫米、2.5毫米、3.0毫米。我做了2个，后来又加了一个2.5毫米的。但有趣的是，3.0毫米充值体最容易断裂。这个管子劈了，所以我们将摩亚的标准设定为3.6毫米。我也顺劈了很多，我周围的很多人也顺劈了它们。如您所见，这里有一个外流角，内部也有一个内流角，这里有螺纹，所以可以用螺丝拧紧。Beacon充值体在仿制到前压区时会出现。如果是加侧向力，锁定机制会释放。我们用螺丝将其拧紧至约50牛顿厘米，到目前为止只有1个松动了。我想我没有把那个拧紧。有时候骨头会卡着无法进入，在那种情况下只是无法进骨，但绝对不会松动。前压和后压都可以利用锁定，是一个显著的优势。所以这是使用2.3毫米基态主时，可以扭紧到50牛顿厘米而不会断裂。它可以进一步拧紧至上限，达到100牛顿厘米。是的，然而驱动器弯曲了，一旦超过50牛顿厘米，就再也无法拧紧了，而且六角扳手也无法承受，导致弯曲。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在摩牙上使用六角基态。通过旋转无法获得更大的锁定强度，而且是双螺纹。这个我们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然后是 Straumann 充值体的 BLX， 这也有一个双螺纹，这也是一种 Torx 结构，这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操式线道，操式线道，这是否在要求快速释放？它被称为 chip pocket，chip pocket，chip。但是这也变成了落定，这部分被切割了，所以当您旋转它时，它在切割的同时进入。所以充值体的置入感觉是难以置信的。我认为一旦我们获得批准，它将很快发布，而这种新的感觉是非凡的。一旦您尝试了，您可能再也无法将其去除，它只会向前发展。这真是令人亮叹。对于3种螺纹的情况，它更容易插入。所以我认为这是值得尝试的。这是 Torx， 对吧？我们没有选择 Torx 的原因是因为规格不明确，而这和此类规范没有精确定义，因此在不同公司之间略有不同。所以这是7度，次出锥形连接的角度是7度，两边都是40度。ITI 充值体是16度，这是14度。我不确定关于国产充值体，但它们似乎在15到16度之间。这是主要的方法。这个有一个 Torx 结构，但也是一个连接，所以它很容易断裂。当您第一次看到机顶模块的一侧时，似乎是 3.75 度，是 4.0 度，太薄了。由于这是一个连接，直径效的充值体较薄，
而直径大的充质体质态则相当薄弱。这就是它的制作方法。基态的设计是在这里结合。然而，这些事故水平充质体，它们不是像我们的那样位于基下水平的充质体，因为这不是一个自层面，所以可以应用这样的想法，但将其深埋是有无条件优势的。如果充质体防治的太深，这些想法无法应用。看起来设计它的人是一名工程师。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像是有工程师设计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对呀，可以无所知的工程师设计的，因此这个连接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您要制作这个基台，难道不应该做2个，分别为墨压和浅压吗？对吗？所以呢，我们的 SLX 在前侧有一个 2.3 毫米的锁定结构，而在墨压侧有2个 3.6 毫米的锁定结构。然后 TLX Torx 在前侧有 2.5 毫米，这大概就是它。然后在墨压侧，它有2个 3.8 毫米的充质体，有些部分无法通过单一连接来解决。所以，如果您打算为墨压侧制作一个单独的基台，我想也许我们应该也创建一个单独的连接，那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就像他们试图不做太多尝试。我们的 Torx++ 结构是这样的，内部是 Torx++， 有一个单独的结构叫做 Torx+， 我们进一步升级它，并将其命名为 Torx++。所以这是结构。如果您注意看，上下的螺纹彼此不同。水平部分地部是这样的，其上方在地部水平部分的顶部有一个锥形部分，它看起来像是倒置的，我们称之为耦里，感觉上面和下面像是一起紧密结合，所以地部很难插入，但顶部很快就进去。然后当时加力时，倾斜力在有些面的地方往往能更好的承受，水平压力在较低的位置更容易被承受。这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在设计重置体时考虑到了这一点，用于平台转换设计的实行。它粘得很好，它不仅粘附良好，而且在负载期间呢，似乎能将合理有效的分布和吸收到周围的骨骼中，所以效果很好。所以如果您看这些东西，有六边形和三角形，但是这里这个部分会断裂。这是一个散屑重置体吗？ Nobel Biocare 重置体就是这样出现的。顶部是三角形，而地部是圆柱形。有不同类型的重置体，比如这个，还有 Strawman 重置体是这样的。我们的 BLX 看起来是这样的，非常坚固。当我们考虑所有因素时，我们认为成功或重置体治疗的失败最终由重置体设计决定。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如果您看看设计，新设计也很好。这个将比 BLX 更坚固，也更容易重置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螺旋锁，带有切削楔窝，这里骨头也附着，然后它粘得很好。我告诉您，这个是因为我经历过。那么您像是用什么重置体？问题是您像是用那种重置体，这与手术有关。人人都像是用在基台链接处有冷汗的重置体，他们希望使用没有微动的基台链接，然后时间系移动，这是同样的情况。他们想要使用具有锥形密封的重置体，以提供抗菌密封。最终，他们希望重置体不会散发异味，不会允许微生物的常入，并且他们希望重置体不会引起感染，不会导致骨丢失，具有平台转换效果，允许周围的骨头重新生长。这是我的想法。我相信老师们会有类似的想法，并会同意。鉴于这种观点，关于重置体设计，它是指重置体相对于骨水平的重置体置入深度，而且每个人都推荐这样重置它。大多数人推荐这样做。我们通常做大约2毫米，这与 Bicon 重置体类似。Astra 重置体建议大约 0.5 毫米，
然后 ITI 重置体也建议放置得更深，大约0.5毫米。那么 Zimmer 重置体大约在这个深度，而 Noble Replace 和 Brainmark 重置体也旨在将基顶预留变形对齐，因此我们认为它会融化到这一点。我们设计的模块就是这样重置的。此外呢，基台连接和基顶模块的组合对初期的基顶固流式反应非常敏感。那么让我们看看结果。最后，我认为长期的结果主要是在于重置体周围组织对于咬合的动作和反应，所以这最终遵循了重置体的设计，对吗？然后确定基台连接是成为转换平台还是没有未懂。现在呢，是否存在生物力学、挂应或反应性组织概念是很重要的。因此，愈合和基顶重置体丧失或修复的标准，骨流是由机械因素决定。根据理论，影响因素是重置体周围必须至少有大约1毫米的可用骨量，而且一个大的重置体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后期减少骨转换。由于表面积增大，可以按每单位表面积的咬合负载来计算，然后必须发生冷焊，并且不能有微动。在肢态连接处不应有微动。接下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咬合环境。如果达到了这种满意度，我们相信这将导致功能性和美观的重置体质了。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最终重置体周围的骨骼将会消失，骨结核将会崩溃，并发生重置体周围炎，从而导致持续的炎症。现在我将在查看我完成的病例时进行讲解。我也做了所有这些，下面也是。如果您仔细看，这是同样的 Brainmark 重置体，它已经腐蚀到第一圈螺纹，这有点松动了，所以它腐蚀的稍微多了一些。您看右活动度，这是情况。这是一个 BioHorizons 重置体，它已经完全腐蚀到第一圈螺纹。如果您仔细看，骨头已经上升，但如果您看，这部分已经下降。一个垂直的压轴带已经形成支螺纹处，无一例外，它会腐蚀到第一个螺纹。这是因为在基台链接处存在移动性，这是一样的，它融化的更多了一点。让我们谈谈内流角，这是一个 Paragon 重置体。我们现在称 Paragon 重置体为 Zimmer 重置体吧，它是由内部流角结构支撑的，所以这还连接着。然而这部分什么能量刻的，不是吗？如果您拍一张 X 光片，看起来唇侧骨已经融化了很多，但在全景图上看起来不错。您可以看到邻间骨有点融化了，不过它还是维持着。如果您有一个重置体并进行后续检查，您可以看到任何重置体都经过这个过程。唇侧骨，因为如果您观察牙齿，牙根是椭圆形的，但是重置体是圆的，所以唇侧骨下沉，这些似乎保持了这种厚度。所以即使您这样进行 GBR， 它最终也会随着时间消失。那现在是软组织，它形成了一个带，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您只追求美学效果，经过超过10年的睡房，结果就会是这样。换句话说呢，这意味着您不应该在前牙去预防窒息小的重置体，一切都消失了，骨组织崩塌，而且真的很难。是的，没错，您需要选择合适的尺寸，这是我最大的难题。如果您这样看，颜色似乎有点不同。是的，骨头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现在我们通过临接保持，所以结果是这样，然后像这样。当存在松动时，更大的问题是角化肯消失。所以您绝不应该使用允许微动的重置体。我经历过很多次，绝对不可能发生，不会有解决方案。所以这就是情况，这危害这么和良好。
扣也很好，没错。接下来，让我们尝试侧向移动，然后将会有空间。该患者的腰核良好，所以腰核负荷没有施加。正如您所见，即使您这样做，它还是会上升。是的，对吗？然后，即使完全淹没后，前牙也都抬起，它卡在臼齿中。即使您在左右两侧这样做，仍然没有任何接触。当您用前牙咬合时，并不会使家均匀的裹在。当您将其拉伸时，整个区域会像磨牙道般一样抬起。所以，在我看来，咬合环境很好。咬合环境，如果发生了裹在，我认为它早就已经脱落了。我们一起看过这种情况。接下来是许多韩国重植体公司模仿的 Astra 重植体，这是他们宣布的数据。我想我扫描了目录中的内容，在安装重植体的修复体后，5年后复试了这么多。所以这意味着这真的很好。他们宣传说这是展示 Astra 重植体有点和伟大的材料。在某些方面，这相当简陋。如您所见，方向不好，毫无例外会发生锭脯骨丧失。ITI 重植体是一样的，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这是一个 Swiss Plus 重植体，这个业务一例外的完全融化到第一个螺纹，它是相同的。缩顶锥度比肯重植体，这个是一样的。这根线不会融化，也不会升得这么高。如果我们使用了我们的 S-Lock， 它就会升得这么高。但是这个不上升，这边很薄，所以它会移动。这个区域在锯角时每次都会移动。奇怪的是，它没有生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Lock。如果您查看 S-Lock， 这个人可能是炎症患者。所以如果您看，我不明白这是如何充值的如此深，这个修复体完成的真是令人两叹。是的，没错。但是如果您看这里，骨头都被吸收了。由于它在移动，骨头无法在这些区域间生长，这很吸引人。我这样给一个熟人的父亲做了手术，一切都得到了保持。现在我们也在进行前牙手术，前牙也经历了这样的2次手术。如果您这样做，去除裆块，连接与合基台。根据情况，看来手术是在那天一起做的。过去我们只是用了6角，现在将用螺丝来完成。但在那时，我们只用了6角形。这是前牙区，而且这个也还没有出来。奇怪的。于是我从外面削掉一些，然后把它插入进去。因此，当临时重植体完成时，它看起来是这么干净。如您所见，这总会导致牙坑凹陷。这是一个不同的病例，这个的结果很好。如您所见，重植体是好的。就是这样。不好吗？这是另一个病例。一样，伤害都提升后，将其插入。然后当您做修复体时，骨骼保持着鸳鸯生长。是的。所以我也移出了另一侧，再次重植，骨头也再次升高。这次我要移出这一侧的所有重植体。是的，我正在做修复体。我给这个病人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记得这是10多年前的事了。无论如何，这就是情况。在前牙区有这样的病例。如果您重植体并使用修复体，结果就像这样。这很痛苦。最后，附着肯区的一保持。我用了一个较粗的重植体，我记得直径是5.0毫米，所以这就是正在维护的。这是下颌前部3个切牙。因此，许多人使用锁定，因为您不能重置落定类型的重植体，太窄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正在努力打开这一侧，但是根部不会固定。
我想应该不是这一边，所以我把它转回另一边。所以我把它卸置在中间。如果我这样做修复题就很好，这是最好的事情。我做了大量的下颌前部手术，没有一个病例出现问题。这5条建得好，这也很难插入，这是拔牙后自然的骨愈合。如果您看到把它拔出来之后，然后这样做，我把它充质体植入到骨水平，骨头已经上升了这么多，这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这是所有的结合点，锁定坠毒、锥形密缝，并且没有胃动。这不是故意治，这是一个近期病例，这是2016年的。在2019年，这边的有些不舒服，所以您回来了。与此同时，这一切都已溶解。我根据骨水平置入重植体，但进一步考虑后，这似乎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这样做。由于那天是重置日，原始的重置体是7×9毫米，但我把它改成了8×7毫米。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正确的。所以我将这个短颚宽的重置体植入到骨脊下，然后如果我们等待骨头将完全填满，另一边掉了出来，看起来还好，骨头将继续填充到这里。我没有碰其他任何东西。如果不加干预，骨头会增长。那么，如果我们在对侧进行重置体并继续做修复呢？太神奇了，都充满了。骨头升高至筋缘中，直至接红点，它完全填充到临界接触点，后面稍微少填，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这里的骨骼也全部填满了。这个病人的名字和我完全一样，形式也一样，所以这让我印象深刻。我的名字完全相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BioHorizons 重植体是在很久以前完成的，超过20年前，患者在使用了很长时间后回来了，他像之前一样掉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如果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不加干预，骨骼会自然生长，无需担心。Thorax 类似 ，Thorax 也那也会附着。您需要等待大约6个月。是的，最难的部分是第7点。我现在给您们展示的案例，通常是普通牙医无法处理的。然而，再来我这里就真的重置体患这种，但克奇豪压患者的比例大约是10%到15%，那真是很多。我猜测典型的牙科诊所每月大约接待5到10位单克奇豪重置体患者，但他们都会放弃。这很可怕，他们不能保证愈后，而且7号承受着很大的负担，所以挥笔的过程不断重复。如果您不管它的话，它会附着，骨骼将会融合并继续再生。患者无需害怕去另一家牙科诊所，即使他们去另一家诊所，最终也无法做到，或者会发生意外。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别担心，请说一些让人安心的话。仅仅因为您在进行固移植，并不意味着它会奏效，这只是在浪费钱。如果您等待，人体将自行恢复。说成这样，那么我再也不会去找其他牙医了。您需要连接上部，像这样用金属线固定，以避免重置体外滤。但是它已经分开了。如果它分吃了，我会告诉患者需要做牙冠。我提前告知他们。其次，您可以看到这里几乎所有的内容都确实了。最初应该进行重置体，但通常情况下患者不同意。
所以我提前告知患者，试着做一个临时充植体并聚焦，但它很疼。前天呢，我再次去除它并重新充植它。如果您只是说拔牙，患者可能会产生误解。如果您建议先进行临时修复，然后再稍后决定，患者会要求先将其拔除，那您可以把它拔出来，没有必要贪心。如果您不贪心，而只是让它保持鸳鸯，骨头将会完全填满。我就是这样充植体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您可以看到骨头并没有溶解，骨骼继续不溶解。事实上 Torx 的结果比锁定更好， Torx 稍微厚一些，而且圆柱形在这里更厚。 Post 如果您尝试一下，您会发现这个竹节体比预期的更坚固，所以结果更好。这个案例也是如此，另一侧也确实，许多这样的病人进来，充植体植入并静置后，骨头会填充进来，它不断重复。如果您看这张图片，它似乎向上移动了一点，没有初始固定，它上移了。不过呢，治疗仍在继续，我们已经做到上颌的7颗充植体。在这里，他们又使用了锁定，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定不是用锁定完成，地不是用 Torx 完成。如果您看，一切都会填满。骨头上升，对吧？它也在这里上升，它在这里也生气，这里也上升。如果您是用普通螺丝系统，那就是一场灾难。这里那里都会变松，如果骨开始溶解，牙科治疗就很困难。到了早上，我害怕去上班的地步。您不应该那样做。它继续填充，周围的骨骼变得更加坚硬，所以再多考虑一下。该患者带着 I 型充植体来了，他说他完全吃不了，这一侧也很困难。他们用 I 型充植体做了这种工作，这是可能的，因为它被固定在颚骨上。想一想，这是那个空间，但是如果您钻孔并尝试放入某物，会发生什么呢？这没有意义，所以牙科诊所避免治了，患者只是感到沮丧，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您看，这就是一个充植体，您知道叫半期的刀片对吧？这是一个叫半刀片，它只是作为一个整体附着着，可以充植这么大的充植体，对吧？您需要充植这样的东西，好像他们在这里放了一些骨头，这可能是一个 B 型充植体，我不确定。在下方，他们进行了即时充植体，他们立即拔出它并植入充植体。现在我们只需等着看结果。第二次手术后，连接基态，然后还有另一方面，对吧？我们必须在这里做所有事情，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做这一切。实际上，除了那个我们需要做所有事情，但我们告诉患者先做紧急的事情。即便我们这么说，患者也知道一切。我们也必须排除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排除这个，我们也必须排除这个，中间部分全都腐烂了。我们也需要排除这个，将在这里等待观察。我们也需要排除其他所有东西。病人知道，不需要着急。所以出去这一侧，我再次充植体了。然后我进行了后续检查，我也去除了一侧的这个。之后我已经在这一侧充植了所有东西。目前暂时修复体已经就位，所以没有必要和患者争论。其中一个也确实了。所以它目前正在进行中。不，这是10月份的照片，这是去年的10月。正如您现在所见，骨头完全填满了。这同样适用。我做了一个牙槽提升，它从上面和下面都移出来，对吗？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夹在中间的可能会有点困难。目前，因为我在旁边充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东西，所以应该没问题。有这样一种情况，这也是一样的。
马上将其移除并置入重置体，然后顶部的情况也是如此。之后它会愈合。我在上面也重置了另一个重置体。我这样连接它，然后完成了。这就是我担心的。这是 Superline 重置体吧？我对此感到担忧。正如您所看到的，这里也有骨骼向上生长。这一切都在没有故意制的情况下完成。这全部是使用现有骨骼完成的。这类事情是对患者有重大吸引力的因素。这个太小了。正如您所见，重置体周围有投射影响。在我看来，骨转换路线的增加，螺丝很小，与此相比，它是一个小螺钉，所以这有点风险。Superline 重置体也有螺丝太小的问题。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个人而言，正如您所见，我们的 S-Lock 重置体的螺纹对草纹比例大约是3:1，这是我发现的最佳比例。无论如何，有这样一个案例。同样的，这也是案例编号期，去除它并重置体。如果您查看 CT 扫描，下方的松指骨不太好，但是初始稳定发生在摄侧和架侧区域，这些并不是100%出来的，它确实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您要重置体冲宽。如果补充置宽重置体，这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如果您稍等一下，看看这样，它应该没问题。所以在第2次手术后，您可以获得加压，像这样。这块骨头反应更加积极，因为它在骨头上假设像骨位。这是在最终设置当天拍摄的，这甚至不是一个后续检查。这块骨头已经这样长起来了。我什么都没做。您认为这会持续多久？您必须这样做。如果您不这样做，那么就会很困难。很好。固定效果良好。结果非常好。如果您这样做，我认为可以在没有重大问题的情况下解决。最后，结论是这样的：重置体治疗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设计这一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上只有2家公司能够生产重置体基肽，这是关于是否使用4级纯钛货和金的问题。经过长期的临床工作，我的结论是，最终设计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表面处理使这一决定更加精细，以及修复系统是多么完善，这是精确管理。我们正在投入大量精力预测，有一些知名公司，我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可以保证与那些公司相媲美的精度。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讲解了重置体的设计。我希望你们已经了解设计有多么重要。那就是全部，谢谢您。